阿浩，打算啥时候出海？老罗主动迎上前，给他打了一支烟。罗叔，天气这么好，你咋没出海？嗨，昨天下午船上发动机不对劲，将就着开了回来，这不正在修吗？淡水岛作为0号起家的小岛之一，似乎被系统的运气值播种过一样，反正那边上的资源就是比其他地方好一些。阿浩，听说淡水岛周边要建啥水上乐园，那地方可是快财地。罗叔，大海大着呢，咱也不能一直指望那一小块。放心吧，等到开发的时候，我再带你去一个地方，保证不比那里差。老罗一听，悬着的心放下，嘴角再度咧了起来。阿浩，村服务公司有搞头吗？罗叔，这事我可做不得准，反正我是投了几百万进去，不仅把这段时间赚的钱全撂了进去，还贷了一部分款。听他这么一说，老罗咬了咬牙道：行，那我买个1%的股份。0号微微吃惊，虽说村服务公司估值不高，但也有3000万了，这1%可就是30万的本，老罗家底还挺厚的嘛。我2个儿子一年也能带回来3、4万块，之前家里还存了些，这段时间淡水岛也有10来万的进账，呵呵，还能拿得出来。罗叔，村服务公司不说多，2年之后，1年1000万的利润，我觉得还是能挣的。1000万1个点分红就是10万块，3年回本肯定能干的。老罗得他一言，顿时更加坚定。3人骑着车来到了镇上，老猫等人已经在等了。这是船员最齐的一次，全船8人，启动机器，大船这才缓缓驶离港口。阿浩，咱还是沿着之前的线路。0号愣了愣，突然想到什么，打开系统面板，有个54点，而幸运值下的小箭头指向的是正南，拿起旁边的笔有意识地扔了一下，刚好笔尖指向的是正南。猫哥，往正南开。老猫面上抽了抽，阿浩，咱别玩笑成不？放心吧，就往正南开。0号出了舵室来到外间，此刻天还没亮，大家3、3两两的坐在甲板上吹牛。阿和呢？阿成撸了撸嘴，指向船头。0号来到船头，发现这小子正歪在一边，已经打起呼。起来，回舱位睡去。夜里本就冷，而且海面还有风，睡在船头不是找洞吗？哥，我就眯一会就行。去吧，能睡3、4个小时呢。见0号面上没有怒色，阿和这才起身回了舱柜之中。船行了一会，0号看到了不远处自己村的灯塔，他再度来到舵室对老猫道：猫哥，再驶出2海里，我们就下网。阿浩，这里还属于内湾，而且水深不足30米，估计没啥货。0号挠了挠头，猫哥，你相信我不？老猫不会了，也跟着挠了挠头。阿浩，我没别的意思，只是把附近的情况跟你说一下。我知道，你只是提醒我，没事，就按我说的来吧。他并没有怪罪老猫，相反，这是老猫难得的好品质，不会一味的逢迎他，每次都把自己的看法和现实情况给说出来。2人聊天的功夫，也到了0号所说的大概位置。下网。老猫通过喇叭提醒。不一会，林婷也跑到了舵室。猫哥，这还是内湾，不用在乎是不是内湾，听我的。哦，那就听你的。林婷也不愿意再争辩，老猫再次提示下网。夏守柱和阿成2人快速来到船尾，先将网囊扔入海中。一切弄好之后，大家又可以休息了。时间差不多，该起网了。当网囊出水的时候，大家原本面上的紧张，再度的变成了惊喜。眼前的这一网，网囊满满当当的，看上去至少有个3吨的样子。老猫都有点喜极而泣的感觉，妈的，这种丰收的感觉终于又回来了。阿浩，你就是神仙啊！你咋就肯定内湾这次肯定会有货的？哈哈哈，可不能说我是神仙，太冒犯神灵了。我顶多算个半仙。众人见他说的调皮，皆附和着哈哈大笑起来。阿浩，第1网你来，咱争取来个开门红。好，开门红。0号上前，随着开门红3字落下，绳子也被拉开，下一刻海货巴巴的砸在了甲板上。卧槽，咋是这玩意？我天啊，怎么这么大？我去，好多！大家的惊呼声不绝于耳。林婷在舵室看到网囊上来时，难掩心中的激动，也快速跑到甲板上瞄了一眼。赛里姆，咋都是这玩意？别傻愣着了，拿带网的筐子，大家快点分拣。老猫提醒还在那傻乐的众人快点干活，又看向0号道：阿浩，接下来还是往正南。0号打开系统面板，系统实时幸运值只剩下11点，也再没了箭头的指示。见他不语，老猫犹豫一下道：要不你再回舵室扔一下笔。0号被他给说乐了，笑着摇头。1天就1次，再多就不灵了。猫哥，要不我们折道向东吧，还在浅水区拉一网，刚好能回到以前的航道，然后再往深水区拉。行，听你的。你现在就算让咱把船开到岸上去拉，我们也听你的。众人再度大笑。猫哥，这虾蛄咋这么大？这和咱常见的口虾蛄不是一个品种，但具体叫什么我也不清楚，我们本地就叫它猛虾蛄。眼前这虾蛄，随便挑一只都接近于成人的手腕那么粗了，长度更是达到了20多公分以上，平均单只的重量估计都有1斤，看着很过瘾。0号打开系统面板，
便看到了普及。鸡兔猛虾菇，虾菇科猛虾菇属，产于南海内湾沙泥底部，较稀少，估值100元以上每斤。听到这个估值，林浩双眼一亮，这一网就能入账40万。大家注意一点，被这玩意弹一下，能把手扎穿了。对了，把有膏和没膏的分开，价格有悬殊。猫哥，这个应该比我们平常捕的那个虾菇要值钱吧？你要是年前问我，还真不知道。巧的是，我过年时去了一趟市里的海鲜批发市场，看到有海鲜店在卖这个，挂价有膏的是210块，没膏的175块一斤。这么贵？阿策跟阿杰几乎异口同声，随即双眼冒光的看着面前堆成的小山。天啊，这哪是虾菇，这分明就是钱堆起来的呀！那个猫哥，这玩意你吃过没？老猫给了他一个我就知道的眼神，随即笑着摇头。没吃过，不过这玩意我听说生腌很过瘾。又到了起网的时间，开船的成了老猫。没一会，网囊出水，1吨多的样子。林浩上前一把将绳子解开，这一次网里的东西好像被什么东西阻了一下，居然网中有网。我天啊，这什么怪物？船上几人看着甲板上的海货，全部都愣在了原地。这林浩略有些吃力地抱起两尾中那尾更大的，然后面向舵室的位置。下一刻，老猫像是屁股中箭一样来到了近前。我天啊，这是啥？鱼其实并不算大，40斤的样子。关键是那浑身金黄色的鳞片啊，在阳光的照耀下金光闪闪，刺的人都有些睁不开眼。大黄鱼。老猫终于哆嗦着说出了口。哈哈，猫哥，这么大的黄鱼见过没？老猫头摇得像拨浪鼓，40斤的大黄鱼，他连听都没听说过呀。还活着，有方便带吗？没有，只有蛇皮袋。蛇皮袋太糙，万一刮着鳞就麻烦了。这样，回仓柜拿我的衣服来，用衣服裹一下。阿策一听便往仓柜里跑。妈祖保佑啊！这样的海货都让咱碰着了。老猫虔诚地说了一句，这才动手用衣服将鱼给裹了起来。他亲自将两尾鱼放进了冷库内。上来时，一巴掌拍在林浩的后背，吓得他一跳。阿浩，还是你的运气好啊！你一上船，咱不管啥样的好货都碰着了。你咋想起在浅水区往回再拉一网的？我看啊，你还真快成了半仙。哈哈哈，猫哥，半仙还是算了，一听好像那些装神弄鬼玩把戏的人。众人心情大好，接下来半个小时，这才开始整理剩下的鱼货，居然有不少的刺鲍鱼。晚上啥也别吃，刺鲍鱼煮粥，这玩意的鲜味没得说。刺鲍鱼大概有个300-400斤的样子，再就是牛尾鱼和龙利鱼。阿浩，进来一下。喇叭里传来老猫的声音。